那干式熟成到底跟湿式熟成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子有真空包装的话，就是一个湿式熟成的状况。那台湾在干式熟成的时候，我觉得常常问题很大，是大家在讨论的是怎么样把水抽干这件事情。那如果只是要抽干水分叫浓缩的话，就是肉干就好了嘛。哦，对，咖啡豆跟茶叶也是干式熟成的。然后不同的细菌会制造出不同的东西，大小、它的重量或者它的整个饲养环境或是品种各种的因素呢，会影响说厂商会想要怎么样去干式熟成这一块肉。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我们知道常常有人在讨论什么叫干式熟成，然后干式熟成牛排好像就可以卖得非常贵，非常贵。那干式熟成到底跟湿式熟成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其实我发现网络上很多干式熟成的介绍，或者是在讲什么叫干式熟成的时候，都有非常一些可怕的误区，非常可怕的误解这样子。今天我就很感谢 Misspresso 他们愿意赞助我们4款不同的干式牛排来测试。我觉得他们蛮有勇气的，因为通常我们测试都会讲很多真话。今天这4款就是不同的天数。对，这边我看有14天，这款是14天，然后21天，然后再来是这个是42天，然后这边这一块也是42天，不过他们用的是不同的菌种，对，他们接种不同的菌株下去来做干式熟成。干式熟成我们大概讲一下跟湿式熟成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是没有保存它的水分，像这样子有真空包装的话，就是一个湿式熟成的状况。那这个是它已经熟成好了，所以包成这样子啊，对，所以不一样。通常干式熟成会用一整条比较完整的原肉去熟成，控制它的温度跟湿度，来让它内源性的酵素，就是我们肉里面有内源性的酵素，跟外源性的酵素，就是它接种的菌去作用，让肉里面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跟不同氨基酸，而外源性的菌呢也有机会去产生出各种不同的风味。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测试不同天数的熟成，味道到底有没有差异？那我们今天一样真空疏肥的方式来处理这4块肉，让它们在一样的条件下面去烹调，就我们尽量把所谓的误差降到，就可变的变因尽量降到最低啊，减到最少。那我们现在就去疏肥吧。那现在是在疏肥的时间，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干式熟成这件事情。那其实干式熟成，如果真的要讲它的演进过程啊，其实它历史非常悠久。其实，在人类开始使用动物性蛋白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干式熟成这件事。猎人把肉猎回来之后，他就会把肉吊起来了。那个时候，因为他不可能有冰箱，早期的时候没有冰箱的时候呢，都会使用这个方式来，就是让肉可以先静置，然后让它变得更好吃。因为毕竟野兽肉它的纤维是非常的硬的，所以熟成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那一开始应该也是不得不为的一个做法啦。只是后来发现，吊起来之后也会比直接切下来吃还好吃，所以大家就开始利用这个方式。然后之后可能就会开始用盐渍啊，或者烟熏这些方式来做表面的处理。那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金华火腿，如果你去看过的话，其实外面都毛毛的，都是一层霉。这样，那其实它也是在做干式熟成，然后利用霉菌跟它里面的内源性酵素去处理它的蛋白质，制造出风味，所以火腿才会有这么多的味道，这么样的鲜甜这样子。cheese 其实也是干式熟成的一种方法 ，Padano 啊 ，blue cheese， 对 blue cheese 也算是，对，然后 Parmesan 啊，这些都算是干式熟成的cheese，其实很多。咖啡豆、茶叶。对，咖啡豆跟茶叶也是干式熟成的，所以干式熟成定义应该就是没有在真空包装底下就叫做干式熟成。利用大量的外源性酵素，把蛋白质降解成氨基酸，产生丰富的风味，其实就叫做熟成。那台湾在干式熟成的时候，我觉得常常问题很大，是大家在讨论的是怎么样把水抽干这件事情，对不对？很多人说我希望把水分减少，然后让它的风味能够浓缩。那每次我听到这种理论，我觉得说，那是不是肉干是更浓缩的？不见得，对不对？因为如果只是要抽干水分叫浓缩的话，就是肉干就好了嘛，你没有必要去放在一个需要温湿度控制的地方。肉原本的风味会提升，但是多样性不会增加。应该说它原本的味道还在那边，可是它不会变多。它原本是牛奶，你把它脱水之后，它喝起来顶多变成奶粉，就变浓。可是味道不会变丰富，不会变有层次，或是产生原本应该有的其他的味道。对，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外源性的酵素来制造这些新的风味啊。对，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用外源性酵素，就是它在处理蛋白质的时候会制造出不一样的氨基酸，可能没有的氨基酸，透过外源性酵素会产生这块肉本质上原本没有的氨基酸的风味。
好，这个我真的要另外讲一集，肉的蛋白质长什么样子，为什么会变成氨基酸，这我们可以直接理解，可是我们如果要讲清楚，要在一起。对，所以这个东西真的要讨论蛮久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大略的讲一下，然后不同的细菌会制造出不同的东西，这个是很能够理解，就是不同的工匠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会不一样，它制造出来的风格、制造出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我觉得菌种可能就是不同的干式熟成的厂商。它的一个算是秘方嘛，对，就是它的 know how， 当然温湿度调节有关系，可是温湿度调节也是因为要配合菌种的生长。干式熟成，大家在讨论天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迷思说我要吃几天的，可是其实应该要讨论的是不同的肉的状况，每一条牛其实它的肉的状况一定会不太一样，它的大小、它的重量或者它的整个饲养环境或是品种各种的因素呢，会影响说厂商会想要怎么样去干式熟成这一块肉。就它不是要浓缩它的味道，它是要去让肉达到它最好、最完美的一个状态。就像红酒一样，有适饮期啊。一瓶酒可能到某一个年份的时候，它会变得很好喝，就在这一个区间带会变得很好喝。那过了之后可能就会变醋。那还没到这个区间带的时候，它可能就风味还不够。对，这样红酒大家会比较好理解吗？这样差不多，好像差不多难，对不对？好，反正就是让它变成它最好吃的状况。怎么样去定义最好吃的状况？它要怎么去调控它的菌种的生长跟它肉的水分？其实我觉得干式熟成的水分一直拿掉也不一定是好事啊。是好事，水分一直拿掉，最后你的口感会非常的差，而且入口会过干。水分的掌控很重要，在熟成的过程中，温度、湿度跟表面的风的流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熟成是一门很科学的艺术，我觉得。或是很艺术的科学，很艺术的科学。对，我觉得是一个很艺术的科学。如果大家有吃过那种客单价在3000以上的那种寿司店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寿司师傅他的熟成功力到底是怎么样。尤其是尾鱼，如果尾鱼这些东西它需要更长时间来熟成的时候，对，就会差非常多。我觉得有时候可能1000块跟3000块跟1万块的客单价寿司，可能就是差在这边。这个大家比较容易吃到，你不用一直去弄牛排的话，也吃得到。青鱼应该是最常见的熟成的鱼类。哦，对，做得不好的青鱼跟做得好的青鱼风味有很大的差异。因为青鱼它本身味道就是一个浓的鱼，应该说它很容易腐败。对，它很容易腐败，因为亮皮鱼的味道都会蛮惊人。捕捞的过程中如果有受伤，其实这一只鱼的寿命可能只剩下10分钟，那个肉就开始过酸，然后会有一个很重的腥味出现。网捞的跟海钓跟一只钓的还是会差很多，土体的紧迫状态有关系。对。完了，很扯远，我们扯远了，完蛋了，鱼下一次，鱼要下一次，完蛋了，鱼要下一次，我们会扯太多。我们来大概讲一下什么叫内源性酵素好了。这会不会太深？不会。我们细胞里面本来就有一些酵素，然后它破掉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酵素释放到肉里面去。这些酵素它就会去分解这些蛋白质，这些本来很长链的蛋白质会被它切断，然后变成各种不同的氨基酸。然后这些氨基酸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风味的来源。我已经是脯氨酸嘛。对，脯氨酸钠，那它就是提供鲜味。那其实有很多的风味氨基酸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所谓的内源性酵素，就是我们肉里面本身就有的酵素。那外源性酵素呢，就是我们的细菌。对，我们让细菌可以接种在，就是不要说我们接种了，可能摆在外面，它就空气里面就有，它就感染了。然后就会长出霉菌啊，长出各种斑点什么之类的。外源性的细菌呢，有好的有坏的，坏的就是会让你吃了会落腮、会生病、会挂掉的那种。我们定义好就是让它变得好吃的、有风味，所以并不一定是肉发霉就是不好的状态。这边要讲，因为一般人你没办法知道你长的外面是什么菌，所以发霉的你还是不要乱吃，好不好？不要看到发霉的东西说我要去试试看它的风味。对，我知道有人这样子，可是拜托不要，面包发霉的千万不要吃，好不好？橘子发霉的你也不要拿橘子皮来看看是什么风味。对，除非你就是有很强大的医疗保险之类的，或是你什么塔威那些都买好，然后你的寿险够多，好不好？没有必要这样搞自己。不是发霉就一定是不好，可是发霉通常就表示说它被感染了，就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能够用肉眼鉴定它是什么菌种的话，没关系，你可以随便吃。那除非这个菌种是你接种的啦，不然就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说我是鼓励大家去吃发霉的东西。现在做 YouTube 好难哦，卫生局来找我。表面削掉，里面是不是就可以吃？就是我的肉发霉了，那我是不是把表面有发霉的那一块切掉？
不是在有被控制环境的状态下面，你的肉发霉了，你的肉可不可以吃？外面削掉还是会有，因为菌丝它长得很长。对，就像你要想说菌其实就是一棵树，看到的上面那个其实已经是它长出来的树的，就等于是可能是花树干啊，然后它要发种子那个部分哦。对，它已经就是在准备要传宗接代的状况下，那已经是花跟种子的状况。可它底下的根很长，非常非常长，基本上菌丝一定会进到肉里面去。所以如果今天是不好的东西的话，你削掉表面也没有用。那如果是好的东西的话，其实就没有差，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对，如果是在有控制环境的状况下面，然后没有出任何错的话，这就是 OK 的。所以不是说你表面削掉的这个里面就没有问题。我们刚刚有讲说，干式熟成是一个其实远古下来都在使用的技术。就是可能从人类开始狩猎之后，他们就开始使用的技术。湿式熟成应该是从真空包装这个技术开始有之后，就等于说你要先发现石油，然后你要发明了塑胶，然后把塑胶变成塑胶薄膜，你有这样的技术，然后你又发明了能够真空的真空机、抽吸的机器，或者是热缩膜，才有办法做所谓湿式熟成。所以我们平常比较能够碰到的湿式熟成，其实反而是比较后期的技术。但比起干式熟成，是它更能够控制它的环境。那为什么干式熟成需要控制它的温湿度呢？因为我们有植入特定的菌株，那每一种菌株生长的温度跟环境都不一样。那是在外源性的部分，对不对？对。那如果是内源性的部分的话，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它酵素有在一定的温度下面才会运作。内源性的话，我反而认为是抑制致病菌的温度去保存，比如说金黄葡萄球菌、李斯特、仙人掌杆菌，避免它腐败。它们的活性温度可能都在4度C 以上。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刻意的把温度抓在0到2度。哦，所以干式熟成主要的控温这件事情，就是要防止它腐败。湿式哦，湿式的部分。对，当然干式也有。干式也有，所以一般来说是要在0到2度，或是0到4度之间。4度以下。4度以下，所以你的冰箱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你要看你的冰箱到底能不能到4度以下。然后在熟成的过程中，不管是湿式或干式，其实肉的本体是会产热。对。所以你的表面温度就算是4度，你的肉的中心温度有可能是8度。所以大家不要随便在家里面熟成，我觉得要有一定的设备。虽然很多人会鼓励说你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做，可是我觉得，但如果你的寿险够高的话，我觉得可以啊。或是你真的觉得你的胃很棒的话，做我觉得短天数是可以玩。对，短天数会相对安全。我觉得7到10天其实是可以自己在家尝试，但是你买的肉一定要是原包装。那重点是要空运的吧？海运的时间，如果是美国，大概是60到90天。其实美国的原装香肉，它们上面会有屠宰日跟 packing day。那从 packing day 你就知道这一块肉什么时候包好。那从包好到你手上，其实这段路程都是所谓的湿式熟成，大概就是60到90天。最好是在牧场当地直接做干式熟成是最佳的状况。因为我在芝加哥念书的时候，其实很多在卖 dry aging 的肉铺，那每一间肉铺的风味其实都不一样，你不确定这一块肉到底是不是你要的风味。我自己在台湾其实也没有吃到很多好吃的干式熟成，我必须要这样讲。我吃过好吃的，可是很少，真的微乎其微的少。很多我觉得他们不太敢去弄太久，所以吃起来觉得跟湿式熟成也没什么大差异，或者说它的风味都没有提出来，我觉得都会有这种的状况。应该是我个人的经验让我不是很迷信，说我一定要吃干式熟成的肉。我知道它是好吃的，可是如果我今天去牛排馆看到干式熟成的，我通常不会是我第一选择。我宁愿挑部位品种，然后再考虑它是什么熟成。这可能是我蛮后面的想法了。其实适合做干式熟成的部位很少，因为这部位首先它要油脂非常的丰富，所以没有油脂的地方风味相对都会比较少。就比如说我们吃到的低比例火腿，我们一定喜欢吃带着厚厚的油脂的部分，入口会有花果香，也可能会臭臭的。那就是油脂的风味。应该说油脂是很容易储存风味的地方啊。对，在成长的过程，它吃的东西很多芳香烃的物质都是有脂溶性的，它会储存在油里面，所以油脂多的部位比较适合熟成。带骨状态的熟成又是另外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因为骨髓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腐败的蛋白质。对。
所以带骨的空运回来，其实如果打开骨头有一种皮蛋的味道，其实这些都是腐败。我反而认为带骨熟成主要是好看，对于吃起来的风味没有影响，但是耗水可以减少，因为骨头会挡掉一部分的耗水。我觉得带骨熟成是不是要有产地优势才行？尽量在台湾就不然你去拿台湾牛。台湾牛现在的缺点是因为屠宰的牛只的数量少，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像鸡或是猪一样把它很量化的大型工厂去做很完美的分切。因为我看那个 Peter Luger 他们也都是带骨熟成。对，产地优势。对，这就是产地优势啊。他们就是等于屠宰完，直接从工厂用冷链的车直接拉过来，然后他们就直接在那边挑嘛。对，挑了就直接进去那个熟成室了。其实挑的重点也是油脂土体状况，因为土体如果有深浅紧迫，其实 pH 值都会异常，过高或过低，看短时间或长时间紧迫。那这两种肉其实都不适合熟成，因为如果是长时间紧迫，它的苦味会很显著；那如果是短时间紧迫，它会水样，所以这块肉会异常的出水。异常出水，你表面的湿度无法控制，它很容易产生有味道的细菌，释出的水太多。那这一块肉最后你在吃的时候，它的保水性更差。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归类一下，就是干式熟成它跟湿式熟成，如果是在内源性酵素都是一样的状况的底下的话，其实它们的差异就是有没有外源性的酵素跟水分有没有被抽离这件事情。对，这是理论上，如果它的真空包里面是干净的，就算它不干净，通常也是厌氧性的细菌啊。理论上它是干净的，我们要这样讲，理论它是干净的。对，那它就是没有外源性的细菌去帮助它分解它的肉。干式熟成的话，就是它比较有机会。屠宰分切不可能零污染。对，屠宰分切不可能到完全零污染啊。对，所以还是有外源性的东西会进来。然后，如果是没有真空包的话，就可以提供更多的氧气，让更多不同的菌去处理这块肉。那真空就会少一点点。真空减少污染的风险。对，至少你不会有个人咳个嗽，上面就可以验到。刚刚厂商要求老饕跟热眼型必须要分开来，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开来处理。应该说疏肥完，我们开封之后，那味道就有明显的差异，就味道都不一样。然后一煎下去呢，好险我是今天是在厨房煎，我如果在这边煎我会耶，就是豆麦发酵，它软到我觉得我不敢太用力，盐它的确会带出更多的鲜味，可是你可能会被它干扰到。其实这样直接吃，你会吃到一个很有层次的鲜味，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啦。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让我想起那种腌过香料的肯德式炸鸡，德州式的炸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干式熟成一个好处就是它非常容易产生梅纳反应，表面很容易煎得很脆很酥。